欢迎收看新闻大白话，我是主持人翟轩，马上欢迎一下这个阶段加入我们讨论来宾，前大使谢文琪。翟轩好，各位朋友大家好。文化大学讲座教授杨永明。翟轩好，大家好。退役少将厉正杰。翟轩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好，持续来关注一下，在川普这个被枪击事件之后，美国是不是快速的正在分裂当中？又有非常多的阴谋论不断的这样子，这个好像被端上了台面在讨论，就连在枪击当下的画面哦，现在都变成了一个讨论焦点。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就在枪击发生的时候，所有人都在这个蹲地要逃命，或者是要找一个掩护物的时候，有一个人很淡定。然后画面也被大家给截取出来，我们来看一下，竟然有一个女子露出了神秘的笑容，引发了大家的讨论。直接来看画面哦，就当天在这个造势台的后方哦，大家听到枪响的时候啊，所有人都是赶快趴下来，就是只有这一位女子，她就露出了笑容，而且她好像很淡定，就是拿起了手机来拍摄，所以人家讲说他的反应异常镇定哦，不仅不慌张，甚至拿起了手机，所以就被人家讲说，他是不是早知道什么呢？就开始有这样的一个声浪出现了。那另外还有现在讲说，其实狙击特工还跟这个枪手曾经互望哦，在枪击前这个案发前3个小时，川普的造势现场这个库克斯就是这个枪手呢，通过了安检进场的时候，被维安人员注意到，他携带外形类似像是双眼望远镜的这个测距仪。那有目击者向警方通报，库克斯正爬上美国玻璃研究大楼的屋顶啊。那4名狙击特工看到库克斯透过了测距仪观察他们的位置哦。一名调查人员说，双方还一度彼此对望，所以感觉上面阴谋论没有平息，就竟然有对望，为什么没有赶紧在这个事情发生之前给拦下来呢？现在是大家一个就是主要指责的点哦，所以现在也要启动对于 FBI 的调查。那再来我们看看，枪击案之后的确反映到了民调上头，但是幅度不大，因为呢这个川普我们讲说他整个声势大涨，可是声势大涨，民调上面反映出来却只领先了拜登2个百分点哦。那但是更多的是大家对于就是美国民众对于美国整体来说，是不是正在陷入失控跟混乱当中？高达84%的选民担心总统大选之后可能会发生极端暴力的一个事件出现。那还有呢，你看这个前 CIA 的莫斯科站的站长示警，他说这整件事情要担心了，可能呢中俄会借此来分化美国啊，这个事件可能是俄罗斯跟中国一个大好机会，然后他们要分裂美国，那敌人会利用这样刺杀未遂的事件来趁虚而入，在11月大选之前加剧美国的分裂，削弱美国民主制度。想得笑死人了，美国自己没分裂嘛？美国现在自己民主党、共和党就分裂成这个样子，还要说是别人现在才要趁虚而入，才要来搞分裂，那不是跟事实差很远吗？那还有民主党他们现在自己不要说别的，自己本身到底要不要继续支持拜登，都是分裂的这样的意见哦。有民调显示，有2/3的民主党人现在希望拜登退选哦。根据美联社还有这个他们全国民意研究中心公布出来，有65%的民主党人认为拜登应该要退选了。就连他们的大佬级的这个民主党领袖舒默，也在周六的时候跟拜登见面时告诉他，为了国家跟民主党利益最好这个结束连任竞选了，已经开始有这样的声浪，希望他能够退选了。那还有呢，这个民主党的众议员呢，他们也签了抗议信，草稿的内容也曝光，有越来越多的民主党人希望呢，最快在21号进行线上唱名表决。那这个提名拜登的计划感到不满哦。那为什么是用线上的呢？为什么这个会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呢？所以开始他们内部有很多分歧的意见。那再来看看这个拜登当然现在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大家觉得他年纪太大，他能不能胜任这样子接下来的这个连任的总统工作，一直是诟病的点嘛。而且又有新的消息说他染上了新冠，再度确诊新冠结果人家问说他现在状况怎么样，他说我感觉很好，但是呢他的脚步却曝光了他的虚弱。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呢他因为确诊了这个新冠的消息又出来了，然后他登机的画面就被媒体给拍到了。他上楼梯的时候看起来明显就是比较吃力大家知道这个感染新冠的时候有时候会比较喘那他本身又已经是这样子年纪比较大了所以走的过程当中还绊了一下停了脚步幸好是没有跌倒。
那拜登其实本来是讲说。被问及何种情况会让他思考是否参选，他说：“如果我出现某种医疗状况，如果某个人或某个医生过来跟我说你有这个问题、有那个问题的时候，他就会考虑不要参选。”我是觉得这两者之间是不是有什么关联性啊？又讲说因为健康问题他有可能会退选，然后又突然告诉大家有新冠，是不是顺势有一个台阶让他可以退选呢？就是现在开始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这是不是他们有一个在21号之前要带的这样的一个节奏啊？那再来，范斯呢，现在变成这个很多媒体的焦点哦，因为他接受了共和党现在正式提名嘛，他就想说啊，我们爱这个国家，我们将会团结获胜。我们在分歧实际上是我们更强大。我接受这个正式接受你们提名，成为美国的这个候选人，副总统候选人哦。那王毅就在这2天提到了，他是投书啊，他是讲说要夯实这个中俄新时代的伙伴关系哦，但是呢，也争取中美可以稳定的发展。这边发展这边少了一个展，那持续的发展呢，希望不要再有这样子，好像美国刻意来针对中国大陆，一直好像要挑事情啊，或者是一直要讲说中国大陆跟俄罗斯站在一起。他说这其实就是一个正常的一个发展，正常的一个往来。那再来我们看一下这个牛弹琴哦，他是新华社他记者主导的一个微信公众号，他就讲说，看到这个范斯哦，别指望他能够对中国友善哦，因为不论最后上台的是拜登还是川普，美国肯定还是那个美国，对华不友善的美国，喜欢往中国泼脏水的美国，我们不要有任何的幻想，哪怕只是一丁点的幻想。所以感觉现在中国大陆好像整体调性是说，谁上来都差不多啦，不论是川普还是拜登。我们先来问一下介老师，介老师怎么看？这阴谋论好多。对，阴谋论好像都没有停哦，现在每天都有新的阴谋论出来。不过这个最主要就是说，这个有些事情发生的也太离谱了，就是说这种场地这么简单的场地，那个是最重要一个制高点，居然安检人员完全都忽略掉。而且问题就变成就是说，那个枪手也被民众已经举发了，那个安检单位也没有采取立即的措施啊，之后决。那前一个说法是说，根本那个狙击手根本就已经锁定那个凶手啊，已经锁定了3分钟，上面就不下令开枪。对，这个都我们已经听了好多次，最近又来做这个怪笑的女子啊，然后呢，这个也是很奇怪，你看他完全，我是怀疑啦，他是不是媒体的人？媒体的人，他可能就是抢到一个位置，在那边在准备抓到一个好的一个镜头。依照我们媒体的反应是会这样子，对，遇到危险状况，我们是往反向冲去拍现场的。对，因为这个是一个难得的角度嘛。对，那发生了以后，那他可能是专业的一种反应啊，就赶快来把这个现场的把它录下来，这也有可能啦。那不过比较离谱的，我觉得就是说那个人家拿的那个瞄准器，安检人员都已经看到了，也不采取任何的举动那真的是非常奇怪。所以这个里面真的是这个非常奇怪的。然后前一阵子 CNN 他们又在采访美国的这个所谓特勤局的局长，那原来百事可乐的那个安全部门的主管那个女士就讨论什么？讨论说这个是不是伊朗人干的？伊朗人要做这件事，有点在带风向的感觉，而且有点在替这个美国特勤局局长有点开脱的感觉就让人都很起人疑窦。不过我觉得美国这种案子很难查得出来，非常难查。而且另外还有一个说法更有趣，说这个狙击手跟那个凶手之间是面对面的，可是狙击手被打死的那枪是从脑后面打的，就很奇怪。那个子弹从他的后脑贯穿，把他一枪击毙。那问题打他的人在他正前方，子弹怎么转弯转到他后脑，把他打死呢？这个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奇怪的。所以我是认为这中间需要厘清的很多了，太多疑点，非常非常多。那美国现在65%是民主党人希望川普不要选拜登拜登不要选了，因为他年纪太大了，对不对？那拜登面临越来越多的压力了，我觉得拜登现在越来越难了。对，那个 Charles Schumer 这个美国这个参议院的等于头头民主党的头头，
当面跟他讲，叫他不要选了。对。然后现在这些可能会受到川普拜登拖累的这些联邦参政要竞选连任的联邦参众民主党联邦参政现在联名，对，在联名。我想其实这些压力拜登还会想办法来怎么样来承受，可是最大的对他的影响就是这些金主，他募不到款的时候你说他怎么选呢？你现在只有2亿多，你这个可能要10亿以上的这个竞选经费，未来还有将近4个月，你怎么样度过这个难关？他会借新冠顺势退了吗？这个我也有这个怀疑。我第一个反应我也觉得，这个真新冠还是假新冠？现在装这么病前一阵说，除非被火车撞到才退选这是他还试图巩固他的金主，不要怎么样，不要退让，因为他现在稍微松动的话，那些金主就算了。对，所以他要巩固他们。不过我觉得最恐怖的一个民调就是80%认为美国会陷入动乱。对，因为这显示出其实你不要以为只有共和党的选民是那些骄傲男孩民主党的骄傲男孩或者显性隐性的这种骄傲男孩不会少于共和党的这些偏激分子。所以呢，川普即使当选的话，反对他的民主党的极端派可能走极端这也是不能排除的好，来请教杨老师。这2天有一个最新的全球民调非常有名的就是皮尤民调研究中心，它针对主要是欧洲国家在今年的1月到3月第1季的这个民调，你认为美式民主还是一个好榜样吗？德国89%认为美式民主已经或从来不是好的典范，英国86%，加拿大83%，日本78%，墨西哥73%，韩国72%，这样排下来。所以连西方国家，美国自己的盟邦，包含加拿大、墨西哥、日本，都70%以上，德国、英国甚至80%以上，都认为美式民主，讲的美式民主，也就是我们看到的现在画面上不断在重复的，从过去川普、拜登现在的这个竞选，那他们认为过去从来不是，以及这几年就已经不是好的典范了。所以它已经是不只是在全球南方国家在就是它的盟邦西方国家之间呢，它的这个吸引力，它的威望已经在下降。你刚刚讲好几个都是 G7 的国家，对，都是 G7 的国家，那当然就会对它的外交政策很多东西会产生很大的影响。第二点，拜登会不会退选？我本来是认为拜登会退选，但是在这个枪击事件之后呢，可能反正大概谁上来也不容易赢那加上其实现在你叫拜登去退选，有一点好像又破坏团结，民主党的团结。当共和党已经是完全团结的时候呢，民主党怎么可以自己分裂呢？可是现在碰到一个很严重的问题，那个核心一直就是拜登的身体状况嘛。所以现在那拜登团队希望把这个提名的程序提早，那本来还有1个月到8月19号，可是呢这个提早的话呢，就可以先把它钦定下来。可是现在有议员反对，所以只要在这段时间，拜登的身体的状况出现严重的问题确诊不确诊这个不是关键，而是他真的不能够再就是说竞选的话，我觉得可能就会有退选的可能性。那是他就是自己退选的，那就是他身体状况无法。第三个美国会不会发生内乱？这个其实一直大家都这么讲，对不对那连西方国家。刚才说对美式民主已经不再认为是好的典范的这些国家里面，都是会担心，美国人自己更担心。大概有40%的美国人认为可能会发生内乱。我跟各位报告如果今年11月的总统大选，川普落选，美国一定会发生内乱，而且严重的内乱，甚至闹内战。因为以现在川普的这种声势，以他在摇摆州的这个民调，再加上拜登的身体，或者是取代拜登的人临时换将，但是最后如果是川普落选很多因素，
但不管怎么样，什么因素，共和党人大概川普自己、范斯都不会接受内乱就可能会发生。好，来请教将军。我首先说明哈，这个测距仪，如果说这个枪手带了测距仪，就是真的准备一枪给这个川普一枪毙命。你要知道，其实射击来讲的话，这个子弹飞出去的是一个抛物线，眼睛所瞄准的是一个瞄准线，瞄准线是直线，抛物线是一个曲线。那怎么样让这个抛物线跟这个射击线能够在一条线？就是要靠这个测距仪。你如果说各位有机会看电影的话，你看那个专业狙击手，他在射击的时候，通常旁边有一个人帮他测距。就是我测了这个距离之后，像我们来讲，一般步枪因为不需要那么精准，所以我们都教兵一件事情：当敌人距离你200公尺以上，你要瞄准的是他的头部因为子弹那个时候过了200公尺以后，他就往下坠了，所以坠下来刚好打到胸部。但是如果说敌人距离你这个100公尺以内的话，你要瞄准他的腹部，因为那时候子弹这个抛物线正在上升的轨道。那他那时候我就很怀疑，为什么这个枪手可以这么准确的，这高低来讲没有偏差？原来他带了测距仪。但是你要知道，像这种东西来讲，如果说是专业的这种特勤人员来讲的话，他应该看得出来这个专业的你带这个测距仪，那就很明显的是要暗杀的手段。其实测距仪的这种在这个做狙击的性能上面，它并不亚于一个狙击镜。那这个人居然带了这个测距仪，而且让特勤人员看到，特勤人员居然没有任何反应，你不得不让人家怀疑说，这个特勤里面是不是有这些同情拜登的人员在里面，故意放水让他进去？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影响是非常的大的。那再讲我们讲说美国来讲，这个我觉得这次来讲，刺杀川普只是一个冰山一角，但是什么样的动力让这个年轻人有这种愿意冒着这个死亡的危险去做这件事情？我觉得只是冰山的一角。大家不要认为现在疯狂都是川普的天下，那就有没有说是支持拜登或认为川普上台以后对美国是一个重大的灾难？有没有这么一群人？我相信一定也有这么一群人。我们要知道，所谓一个帝国的败亡，往往是从内部里面的分裂开始。我们不管从以往历史上面所得到的教训，不管罗马帝国、波斯帝国最后的灭亡，都是因为自己，包括我们自己元朝帝国的灭亡，都是因为自己内部里面的分裂。那现在来讲，不管是拜登自己内部里面民主党的分裂，或者共和党里面，你认为没有分裂吗？我自己是认为说是，尤其是川普提名了范斯之后，范斯现在声势这么旺盛、这么大，甚至于压过川普的状况下，对川普来讲有没有威胁感？会不会认为说是你其实声望比我高的话，功高震主？那将来在共和党自己内部里面，范斯会不会变成川普的头号敌人？其实我们这边都可以这个冷静的来观察。我们要知道，政治其实是水非常深的，不是像我们想象中这么简单。那我们现在要做的一件事情，虽然说川普现在来讲，很可能就是他当选的几率，依照目前这个媒体的估计是非常大。但是我相信，不管是中国、俄罗斯，或者是乌克兰，甚至于我们台湾，都要做好。如果说是川普当选之后，我们的很多准备事项都应该预做准备。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好，欢迎回来，新闻大白话。我们马上来关注一下啊，因为现在这个晶片战眼看着就要升级，因为不论是拜登、川普，现在都对于这个中国大陆的晶片，好像都有新的想法了。那到底谁会当选呢？谁会当选的结果，可能都还是没有办法阻止这个晶片战的升级。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因为川普不是批评说台湾抢生意嘛？那再来这个美国现在拜登政府又有一波新的限制，就是说日本跟荷兰的先进晶片的科技是要采取最严厉的限制，他们要求要他们对于中国大陆要采取一些限制措施，所以这样子两者掺杂的这种坏消息影响之下，费城半导体指数直接重创那市值蒸发了5000亿美元，相当于台币16.2兆元那的确是一个震撼弹。对于半导体来说的话，哇，这两个总统都要针对着半导体要开始打这样新一波的这个晶片战，那的确是
一个很逆风的消息哦。那彭博就讲说啊，这个知情人士说，为了寻求跟盟友的影响力美国正在考虑是否实施就是国外直接产品规则的措施哦。根据此项规则，就算是使用最少量的这个美国技术的外国制造产品美国也同样可以管制，就是说要更加的严格啦。那这样的一个晶片股的震撼弹直接重创了我们过去讲叫做尖牙股嘛，现在叫做科技7巨头，市值蒸发了非常的多，蒸发了1.1兆美元。那他们其实呢，就是有2大利空的这样的一个炸弹所以当然直接重创了这些7巨头的这个股价影响啊。高盛甚至讲说，现在已经看不到上涨了，接下来已经别无选择，只剩下跌这条路。因为不论是川普，不论是拜登，两个人都要拿这个晶片来开刀，所以大家都没有办法，就只能这个面对接下来升级战。那还有呢，美国现在自己本身商务部补助这个4亿美元要来强化这个半导体的供应他们这个全球第3大半导体晶圆供应商，也就是我们的这个环球晶有发布一个重大讯息，就是说旗下的子公司获得美国晶片法补助4亿美元，那也将支持美国唯一的12寸就先进12寸半导体矽晶圆厂的一些相关新建。那这也是美国睽违20多年来首座拥有一贯制程的先进矽晶圆工厂，预计在2026年会实现。那雷蒙多就讲说，这个环球晶对于美国的半导体供应链也扮演着关键角色。但我们台湾听的就像是台积电被搬走了，环球晶现在也开始，是不是重心也要逐渐的有转移到美国了？也就是说，我们台湾很多的这些晶片业者已经是卷进这一场晶片战当中，可能会对我们不知道是正面还是负面影响，这还是有待观察那还有另一个消息是说，像是 Google 跟微软被曝露出来说，他们好像是帮助大陆的企业。就是绕过了美国规范的漏洞来获得了 NVIDIA 的 AI 晶片尽管美国对于这些新兴产业的安全已经采取了行动了，可是他们就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还是有其他方法可以销往那个中国大陆。那还有呢，这个大陆现在积极要调动一些资源来建立自己的半导体供应链，对于传统晶片的这个制造机器的需求非常的强劲那因此有一个厂商就受惠，就是日本的这个 Nikon 他们现在有一些旧的机具设备询问度非常的高因为大陆都希望能够各方来采集就是来收购这些相关的这种晶片制造的机器为了要打赢这一场战争所以中美都在备战当中。但是对于美国来讲川普如果上任，现在有一些市场预估说他可能会改走弱势美元。那弱势美元怎么说呢？他们说因为不论是川普或是他的副手范斯在贸易税收和这个大陆的立场上面，两个人都是这个反中派嘛，那可能也会对于美国和全球经济产生比较广泛的影响，就是他们对于弱势美元的共同偏好。那根据美国的国会他们的一些数据美元过去呢，其实从2战以来都是一个强势的美元货币但是呢，川普就讲美元强势不好，它会使得美国的制造商难以向海外使用弱势货币的买家来出售产品因此它是为了要让这个他们的一些制造商更好的去卖东西，可以出口，所以它会转走一个弱势美元的这样的一个路线。那这个耶伦就警告他说，这个美国如果真的是走到弱势的话，他说其实现在美元主导的地位已经受到蛮多的威胁，不论是很多是要改用本币交易或是人民币交易来取代美元甚至还有虚拟货币也同样是一个挑战。他们的国债不断攀升，但是各国却一直在卖美债。那对于世界各国来讲说，美国现在的经济崩溃也很担忧所以干脆避险避到以前是避到日元，但是现在日元好像吸引力也下滑，他们就干脆避到了比特币或是加密货币都在取代或是削弱美国的这样的主导地位。如果又换上了川普，可能美国这个强势货币的形象又会再受到冲击那首先我们来问一下介老师怎么看这个晶片战？不论是谁上，好像都是升级一条路对，晶片在美国是不会停的，因为美国事实上它这个战略跟中国的战略竞争，基本上就是要在几个领域跟中国大陆决一雌雄AI 的领域，还有就是这个晶片的部分，这个 AI 跟晶片是密不可分的。
所以如何阻挡中国在这个晶片制造，然后这个还有 AI 领域超越美国，这个是关键的一个领域。所以美国在防堵这个漏洞，小院高墙现在慢慢变成什么变成大院铁幕，它是全方位的。因为他在这个设计这个围堵的这个策略的时候他还必须要考虑一点是什么呢？考虑一点就是说，美国的厂商不要因为这个科技或者对中国大陆科技禁运或者说市场禁运那反而伤到美国的厂商。所以这一波的话，它是基本上是叫外国人付代价，而不是美国人付代价。点名的2个厂商，一个是这个 ASML， 一个是东京电子对 ，ASML 我们都很清楚就是光刻机对，光刻机它过去就是说你的极紫外光机，是吧 ？EUV 那它是不准你卖。可是它现在呢，做所谓的成熟制程的 DUV， 它也不让你卖。对，而且呢，它要你做什么呢？它连你某一些机型你已经卖给中国大陆了，可是对不起。你那个零件跟维修你也要给我停掉，所以就是他这个杀手锏是越杀越深，就是要瘫痪中国大陆的这个所谓的晶片制造能力。那东京电子是什么？中国电子是所谓在就是说制造这个晶片过程中的这个涂料，也就是俗称叫光刻胶。你记不记得当年这个日本人跟韩国人闹翻的时候，日本人说我抵制你的三星的这个晶片制造，抵制是什么呢？后来三星就跑去求饶了，那个三星的少东就跑到东京去找安倍去谈了。抵制是什么？就是光刻胶。对，这个光刻胶日本也是独门绝活，所以他们都有独门绝活。可是问题就是说，东京电子跟 ASML 要配合美国围堵中国大陆的晶片发展的时候都不太愿意，因为什么？因为那个市场太大，对，所以为什么要配合你美国？那问题就美国现在自己厂商自助以后，就叫这些外国厂商，他长臂管辖也要你控制，控制的手段是什么？就是说你这一项产品里面有我美国科技的话，那你就要听我的，要不然我就让你美国科技不怎么样，就不给你进去。那这个极紫外光机摄影里面那个光源，那个光基本的技术是美国的。那日本的就是说，日本就你技术即使自己你也要听我的，所以这一波是慷他人之慨啦。会不会停止？不会停止，因为他看到效果他才会停。美国人做事情不是那么半途而废的。好，来请教杨老师。这2天美国的就是说科技股掉了大概5000亿美金啊。那现在大家已经有点像是逃亡科技股的这种感觉。那它会是个短期现象呢，还是说它会是一个转捩点，还很难讲。但我觉得大的趋势其实你看得出来，你看得出来就是政治人物以国家安全之名，对于科技跟经济跟市民社会的影响真的是全面性的。我觉得基本上，其实现在美国开始对中国的这种科技的打压它不认输。你看华为也好，各方面的这种突破，它还是不认输。它基本上我觉得2个做法：断供应、抢源头。断供应，也就是去要求全面中断各国提供给中国大陆半导体产业的各种供应链，从先进到成熟，从原料到这个仪器到设备。你看刚才这几个项目大概都是如此。所以它现在到成熟制程的层面，到这些仪器设备，甚至光刻胶，它都要求你必须要这个限制。那提出来的所谓外国直接产品规则，也就是说，他用美国的这个常备管辖，你只要有一点点美国技术在里面，你就不可以卖给中国大陆。不管你是日本、韩国还是这个荷兰还是台湾，那如果你卖，我就会制裁你。那在这个压力之下，其实大家就会屈服。可是这个屈服能够吗？因为中国大陆市场是最重要的。NVIDIA 在今年1到3月，中国的大陆市场占它2成呢，去年占的比例更高，同期。所以实际上大家一定会想办法。那同时，如果你不卖，中国大陆会自主的这个技术起来，也会取代
外来的这些供应链。好，所以呢，将来啊，一定走向两个半球化。我们以前认为两个半球化是美国主导的西方市场跟中国主导的全球南方市场，但现在看起来，我觉得这些西方国家，就是美国以外的这些西方国家，其实不一定会买美国的账，因为美国市场没有多大。对啊，那抢源头什么意思？就要求你这些厂商啊，你要完全的加强到美国去设厂、去投资。所以你看，现在台积电今年4月已经承诺第3厂，川普上来会不会要求你盖第4厂、第5厂？那第4厂、第5厂盖什么？那你把在台湾做的最先进的拿来，对不对？问题是台积电会接受吗？日本、欧洲国家会接受吗？所以以后啊，两个半球化就变成美国市场对抗非美国市场。什么非美国市场？西方国家跟中国所主导的非美国市场。好，我们来问一下厉将军。我给大家看一张照片哈，这是卫星拍摄的照片，大家看一下可能很模糊，但是大家可以看到这前面这是一条船，这就是福建号航母。那后面来讲有2个点，一个是红色的点，一个是绿色的点。好，大家先看到这是航母第3次福建号第3次海试被美国卫星所拍的照片。那这是讲说歼35，我觉得它不是弹射出去，它现在在练习的是什么？我觉得这2架飞机如果说是按照福建号出海的时候测试的，它上面所带一架绿色跟一架红色的飞机，测试的飞机，一架是空警600。一架是歼15，因为歼15是它已经很成熟的飞机嘛，所以用这架飞机来做测试，我觉得比较合理可行。歼35毕竟是新的飞机，然后它最新的是空警600，因为空警600是螺旋桨的，它要是能够弹射出去的话，代表它尔后来讲的话，对空中的警戒范围会更大。那我们刚刚看到这张照片，它不是在舰首，它是在舰尾，代表它在什么？它在做练习的降落。其实我跟各位讲，在航母上面降落比起飞还难。为什么？降落的时候你要这个非常注意到这个跑道头啊、高度啊，等于3度空间你要对准，不像我们开车2度空间而已，就只要对准方向就可以了。那这个飞机来讲，你要降落，你要3度空间，你要刚好在落到甲板那一刻，这个高度来讲刚好在甲板，所以是非常难的。那降落的时候，同时各位要知道，在飞机上面降落、航母上面降落的时候，我们在跑道上面降落，飞机这个引擎是让它慢慢减速下来，对，慢慢飘下来那种感觉。可是，在航母降落刚好相反，你要把油门推到最大。为什么推到最大？万一我钩子没勾到的话，我马上就可以再起飞，我不会因为失速就掉到海里面去了。所以油门要开到最大。这时候飞机像是用砸下去一样，这个很快的砸下去。如果说是钩子勾到，它有4条拦阻索，如果勾掉的话，勾到的话，这个飞机自然就可以停下来。如果没有勾到的话，它就要起飞。所以我们刚刚看到福建舰这张照片是美国卫星照片拍的，代表说是这个福建号的第3次航母，它已经很积极的在测试，它不管是空警600或者是歼15，已经在做这个起降的降落，这是可以确定的。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欢迎回来，新闻大白话。紧接着我们来关注一下哦，现在中美的军事又紧张起来了。7月16号的时候，我们才看到南华早报有一个什么消息呢？他说，美国总统拜登呢，在7月11号在北约峰会结束之后呢，就讲说，这个中美两军要恢复对话的消息。他就说，在去年跟习近平会晤之后哦，拜登讲，他说我们双方要建立直接沟通的管道，习近平和我之间有直接的联系，我们的军队也可以直接接触彼此。话音才刚落，马上17号，中国大陆的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就宣布了一个新的消息啊，要暂停这样子的中美之间的军控，就说接下来这些对话恐怕会受到一些影响。我们直接来听听看他完整的讲法。一段时间以来，美方无视中方的坚决反对和反复交涉，持续对台军售采取一系列严重损害中方核心利益、破坏双方政治互信的消极举动，严重破坏双方继续进行军控磋商的政治气氛。为此，中方决定暂停与美方商谈，举行新一轮军控与防扩散磋商。造成这一局面的责任完全在美方。所以接二连三的对于美国的
严厉喊话哦。那不只是说这个要防扩张的磋商要暂停哦，那还有另一方面就是，你美方啊，这个对于反击美签的一些限制，美方蓄意在散播虚假讯息，抹黑中国人权的状况，对于中方的官员哦。滥施签证限制，严重干涉到中国的内政哦，所以他们就要这个采取对等的措施来回击。那我们看一下这个米勒的讲法，他是说，你现在也不跟我们这样子有一些军控对话的话，这是你是要效仿俄罗斯吗？藉由双边存在其他的挑战为由，无法继续进行军控接触吗？所以看起来双方好像这个你来我往这个态势上面更加的紧张了。那的确呢，中国大陆这一阵子哦，在整体印太来说的话，动作是平平的。首先，先看一下刚落幕的这个中俄的军演哦，他们集结在南海，然后也在海上实弹演习、联合巡航啊，这是在南海这边中俄的实弹演习的相关动作。那除此之外呢，在钓鱼台附近哦，也是这个中国大陆派了军舰在这边整整2个小时哦，还好像是装了这个机关炮到了这附近，所以日本的巡逻船也赶紧前往应对。那再来还有福建舰呢，第3度的海试哦，包含了歼35啊、空警600都完成了这个着舰测试。专家讲说可能会将所有的舰载机哦，这个全部都测试一遍。那再来还有这个闽南地区哦，我们看到这个是央视有公布一段新的画面，我们来看一下。他们现在公布出来的画面哦，就讲说福建舰呢已经搭载了1架这个绿皮版的歼35，可能已经做好实际弹射歼35的相关准备哦。所以他们就说在这个闽南的某区域呢，他们的陆军73军队呢，采用这个2栖重型合成旅组成所这样的一个装甲分队，来展开海上的实弹射击考验哦。而且还检验分队的海上指挥啊，以及机动火力协同、防护、保障这6项实战的能力运用啊。当然，大家看起来也是瑟瑟发抖，因为这感觉是一个在登陆的演练，而且是在闽南这边，所以于将军要注意了。于将军最关心登陆的事情了嘛？他说，会没有这个导航哦，那人家现在秀给你看。那再来看看哦，这个中国大陆的一些军舰呢，也到了这个柬埔寨云壤基地这边，一停就停了个半年哦，所以看起来，整体来说，这个中国大陆全面的备战。另外，美国在南海这边不断在挑事哦，就是拉着菲律宾一起说，我们现在要有这个双边行动啊，或者肩并肩要扩大。可是菲律宾好像已经打算要下车了。首先先看一下这个双边行动，因为菲律宾的海军他们现在正在研究说，为这个仁爱礁的运补要看是不是能够采取多边海上合作的模式，来借由盟国的舰船或是海上巡逻机来做一些援助。那美国就是拉着菲律宾讲说，明年呢肩并肩的军事演习要更加的扩大，所以他们今年5月10号落幕之后，就马上开始着手在规划明年了，下不了车了，让菲律宾一直要站在抗中的第一线哦。那美国他们现在还有个消息是，为了要强化台海跟亚太的防线F-35跟 F-15EX 现在联手出击，说是要强化他们在西太平洋的空中优势可能为了接下来有可能爆发的台海冲突做一些相关的准备，然后让这些美国的飞行员能够在战争初期有效的回应中国大陆解放军他们这个空军的一些挑战。但是呢，为了要防止冲突，其实中非领导人现在他们要有效控管这个南海局势的发展。菲律宾的军方就讲说呢，现在打算是不是可以建立一个热线避免擦枪走火，有效降温。希望可以这样赶紧降温了。我们来先问一下介老师怎么看现在中美的军事特别是昨天大家听完林健的这一番话，感觉好像又开始要不联系，或者是说更陷僵局了吗？对，我想就是说，中国大陆大概对于拜登这个讲话不算话，大概已经忍耐到一个极限了。他们对美国的一些喊话，常常就是说跟你谈了也没用，你要做的承诺都不算话。不过这个时候突然说这个军控防扩散措施这个对话把它停掉
我觉得时机上很奇怪，就发生在这个美国选情看起来啊，这个拜登是没有什么胜算的时候啊。我觉得从外交上，我们常常就是说我停止跟你谈判了，为什么？我要跟你下一个谈判对手谈才有意思，因为你已经不是有那个实际的那个继续在政府里面的那个可能性不在那位置啊，不在那个位置了，这是很现实的。如果说你现在还跟美国人，现在尤其是这个拜登政府谈很多事情到了川普的时候都不算话的，对，而且美国现在你可以说，我觉得他在国际事务上他已经到了一个跛鸭的时期了，也就是说，你这个拜登政府现在选情陷入焦灼，然后呢，如果说他再怎么样，他在被民主党的话，这些这些民主党把他赶下来的话。你说拜登虽然他有美国总统的头衔，可是呢，他已经得不到自己党的支持，又很快权力要交出去，他能做什么重大决定？尤其内政外交重大决定，他已经就做不了，他就是一个跛鸭了。所以在这个时候，你看，其实这个俄乌战争也有点变化，对不对？事实上的话，这个川普也已经说了。我的当选的话，1天之内就结束这个问题，大家就已经把这些注意力都集中到川普身上了。所以我觉得，去中国大陆来讲的话，也可以不必浪费唇舌跟拜登的这个政府人再去谈这么重要的事情。那所以我觉得，就这个情况就显示说，在谈判的时候第一个人家要看你的授权有多少，谈判对手，你做的跟你谈的最后到时候能不能落实，算不算话，这个比较重要。那现在说实话，现在以这个拜登在美国政治上面的处境来讲呢，外国政府我觉得聪明的话都不会跟他认真谈一些这些重要的条约重要的这些双边关系的事情。所以我觉得中国大陆这个其实从我们学外交角度上来看就是说懒得跟这个拜登浪费时间，他已经进入垃圾时间了，跟垃圾有什么好谈的？好，来请教一下李将军。我特别要讲其实现在来讲，南海确实是兵凶战危，这个战云即将马上爆发。为什么？我先从这个解放军的一些活动，我们现在不要光看这张图我请大家回想一下。第一个就是在这个菲律宾海，所谓菲律宾海就是台湾的东海岸那边有这个解放军的山东舰航母的一整个舰队在这边活动。这是我们看这张图上面就看出来，在台湾的这个东部来讲的话，有一个山东舰的航母在这边活动。然后你现在看到的闽南某海域，其实就是广东的湛江基地。这是中国来讲有2艘的驱逐舰，然后俄罗斯有2艘驱逐舰，总共4艘驱逐舰在这个地方。它向南到菲律宾是1200公里，然后到我们台湾也是1200公里。你现在看到敌军的部署态势。第三个，我特别要讲的是，这个时候在南海突然出现一艘很奇怪的船，是万吨级的这个医疗船。那你要知道，医疗船出现代表就是要打仗了嘛。所以如果说纯粹只是这个军舰来讲的话，可能大家比划一下演练一下，没有必要出动医疗船。医疗船就代表一定会有人受伤。那什么样状况之下会有人受伤呢？就是开战嘛。然后再来，我们看一下我们自己台湾这时候做了什么动作。各位回想一下，上个礼拜我们海锋中队一直密集的出现在哪里呢？出现在这个台东海岸。那昨天的新闻，台东富冈也出现了。飞弹的这个飞弹快艇也出现摆在富冈渔港，那都是在台东。还有一个迹象，大家每天看国防部公布的那种敌机扰台图，大家要注意到，有一架直升机每天都在我们台东外海出现。那这架直升机不是从大陆飞来的，它一定从东部一个军舰上面飞过来的。那代表说东部来讲，这时候有很多的解放军的航母战斗群或者它的军舰摆在这个地方，然后在南海这边有这个中俄联合演习的舰队在这边。那这个时候解放军又摆了这个万吨级的医疗船在这个地方。那我们再看一下前2天我们听到什么消息呢？就是解放军大陆那边不断的释放出一种讯息，说这条破船马德雷3号在那边污染整个海洋，造成所有的海洋生态重大的一个灾难包括珊瑚都死光了等等。
大家回想一下，在6月17号这海警3号令，这个解放军海警动手之前，他也是公布一些画面，比如说是他公布了这马德雷3号的菲律宾士兵拿枪指着海警船的船员，或者是各段船所。我觉得这些宣传都在铺陈一件事情，就铺陈他要动手了。所以我个人很合理的研判山东舰航母在东海是阻止美军过来驰援，然后另外这4艘军舰在这个地方就是掩护海警船，准备对这条马德雷3号准备将它拖走，做这种拖走的各项的兵力部署跟准备。好，来请教杨老师。现在拜登主政下的中美关系如果用简单的一句话来形容的话，那就是避免直接战争的激烈竞争关系，激烈竞争关系，各个层面的。但是接下来中美的实力越来越接近，经济、军事都会是如此，以及川普可能会上台的话，我觉得接下来一个阶段的中美关系也是一句话形容：避免直接战争的全面对抗关系了。都避免直接战争了，因为会发生第3次世界大战或者核子大战嘛。可是我们看那个地图，各位你看那个地图，如果你从北京的视角，甚至你从任何其他这个国家的这个视角，对美国而言这是第一岛链，也就是它本土防卫，但是在西太平洋这边的最前线的第一岛链的防卫。对中国而言，这是他家门口的近海防卫。你为什么不断的在我的家门口，在我逐渐的要摆脱过去的这种压力，而成为现在世界第2大经济体？那其实也40年来没有去发动战争。那你在我的家门口不断的透过代理人，在我认为主权相关甚至跟历史相关的议题上，去挑动战争的神经。这个其实是一个历史的一个冲撞点呢。而这个冲撞点随着中美之间的经济实力越来越接近，全面对抗，我们刚才前面一节讲的是科技，对不对？而你美国、美元、美式民主都在江河日下的，甚连自己的盟邦都不看好、都不认可的情况之下，我觉得美国如果在这个层面还没有更多的智慧的话，一定会碰到一个冲撞，而中国大陆可能会最近期会采取冲撞的，那就是这个马德雷3号。因为其实是合乎道理的，1999年你就放到那边去，对不对？然后呢，现在已经整个船要解体，造成环境保护的破坏。然后加上这一段时间你不断的要来冲撞这个东西，它也不断去防范，所以它如果用海警的方式来去把这个船移开，我觉得其实就是一个讯息，就是他不再接受在他的近海范围，也就是他的势力范围，也就是他的家门口，你美国还透过棋子去打代理的战争，